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来到了陕西的米脂县。在陕北有这样一种说法：米脂的婆姨谁得的汗？就是说米脂这个地方的姑娘都非常漂亮，好像确实是如此啊。在网上一直都有这样的说法。同时呢，米脂这个地方也诞生过一名大名鼎鼎的人物，他就是明末的起义领袖李自成，他的老家就是米脂县。今天我们来看的是李自成在老家修建的一座行宫，据说里面是富丽堂皇、雕梁画栋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去看一下这座行宫呢，是在我身后的这座山上面，位置是非常好啊。这个是大门了，不过肯定是后面修缮的。李自成行宫，盘龙山古建筑群，主要就是李自成的这座行宫，就是建在盘龙山上面。远处我们看到的就是李自成的行宫，它是坐落在陕西米脂县的盘龙山南麓。大家仔细看看，是不是像一条巨龙腾飞呀？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？就是因为它的位置非常好。在封建社会，不管是大户人家还是小户人家，以及呢王公贵族，甚至皇帝，只要修建建筑，他就一定会请所谓的风水师来勘测，选一个位置非常好的。你像我们经常说的坐北朝南，这个都是属于一部分。那李自成在公元1643年，也就是崇祯16年的时候，他已经攻占了西安，并且呢在那里呢建立了大宋政权，相当于建国了。那这个时候身份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一开始的话，他只是一个起密，可能说要打击明朝。那他建国了，身份就完全不一样了，甚至说他已经和明朝相对来说对等一样的。这个就跟女真一样，努尔哈赤呢一开始没有称汗，只是说小打小闹。那一旦称汗了，身份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明王朝就开始要大力打击那个努尔哈赤，只是说最终失败了。那这里也是一样的，李自成建立了大宋政权，相当于身份就变成皇帝一样了。自古以来，只要出了远门，后面发达了，那肯定会回老家购买土地呀，建造房屋啊。那李自成也是一样的，当时呢，他在西安那一块就派他的侄子回老家建造一座行宫。整个李自成行宫呢，雕梁画栋，富丽堂皇，它是西北地区古建筑中一个最璀璨的明珠。里面有很多建筑，总共呢是分为7部分组成。这个建筑如果不说是行宫，你在远处看的话，感觉像一座道观、一座庙宇一样的，非常有气势啊。确实，这个地方最早的话就是真武庙。李自成当时返乡的时候，还在这个地方住过。整个行宫呢，占地大概是3333平方米，建筑面积呢1740平方米。整个建筑呢也是依山就势，分台而筑。这个景区现在也是收门票的，39块钱。这里呢相当于是一个小广场，建筑都在后面那一块。在这个广场有一个李自成的雕塑，李自成纵马一跃，似乎要纵横天下，气势十足。李自成呢确实是纵横了天下，他挥师入关，最终呢终结了大明王朝。但是啊，卧龙跃马终黄土，人事因书慢寂寥。吴三桂一怒冲冠为丰原，李自成的大宋王朝呢如昙花一现。那在影视剧中，包括很多人都在说啊，李自成会失败是由于吴三桂冲冠一怒为宏源，引清兵入关入山海关，最终击败了李自成。这是大部分人的想法。当然了，确实是有一点原因。那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李自成自己。李自成这个人大家都非常熟悉了，我们就来简单描述一下他的一生。他是公元1606年出生，去世于1645年，刚好40岁。陕西米脂县人，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，大宋政权的建立者。李自成的家庭其实算是一般，他也受了很多苦。小时候在地主家里牧羊，长大成人之后就去临川那里做了一名驿卒，相当于是快递员一样。后面崇祯裁撤了驿站，导致了李自成失业，于是呢他就肯定要想另外一条出路。之后他看到也听说很多地方有起义，他自己也感受到明王朝的腐朽，于是呢也投身到这个队伍当中去了。在崇祯4年1631年，
他在米脂召集起义，慢慢的发展，最后就投奔了厂王高迎祥。在1636年，高迎祥被杀之后，李自成被推举为闯王，继续领导农民起义军。他是采取了声东击西、避实击虚的战法。一开始呢是屡败屡战，但是后面却是实力越来越大。在崇祯16年，也就是公元1643年，建立大宋政权，改襄阳为襄京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的王朝已经出现雏形了，于是他就派他的侄子去老家建造行宫，就是我们今天看的。10月份呢，李自成攻破潼关，杀死孙传庭，占领陕西全省。有这样一句话说嘛，传庭死，明朝亡，说的就是孙传庭这个人一死，明王朝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挡李自成了。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。到了崇祯17年1644年正月，李自成改年号为永昌，改西安为西京，定军制，分功臣，开科取士。那基本上就是一个王朝要开始了，当时确实是这样的。随即呢就准备进攻北京，在2月初2渡黄河，初5呢他们就攻克太原，3月15日抵达居庸关，3月19进入北京，崇祯自杀身亡。大明王朝标志着灭亡，算起来短短差不多50天，他们就从黄河到北京。从这里可以证明明王朝确实是完全不行了。这个时候也算是李自成的巅峰时刻。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，他当时是占领北京，招降吴三桂。一开始呢，吴三桂也答应了，结果出现了李自成大将强占吴三桂的媳妇陈圆圆，导致吴三桂冲冠一路为冯延，引清兵入关。李自成呢与吴三桂多滚于山海关激战，结果不幸战败，一路败退，回到北京。在4月29日，他在北京称帝。第2天呢，就离开北京，继续退却，退到西安。结果这个时候，清兵和吴三桂就一路追击，他就一路再退，最后呢是在湖北的九宫山被杀。这就是李自成简短的一生。他从一无所有到皇帝，时间比较短；从巅峰到被杀，也是比较短暂。那李自成为什么会失败呢？等一下我们再详细说一下。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这个李自成的行宫。这一块就是行宫的建筑了，主体建筑是在这个上面。那这里呢，还有一些其他的附属建筑。现在我们的生活，如果碰到周末、节假日，有时间的话，会去看看电影、看看音乐会。那么在封建社会，有没有这种类似的活动呢？也有啊，在这个李自成行宫，当时就专门建造了这样的场所，供李自成去娱乐、去休息。古人也有自己的娱乐方式，基本上就是听戏。经常在影视剧可以看到，你像京剧、粤剧等等都是如此。从而说，名角不胜其多，为看戏而修筑的建筑也是不胜其多。我们在山西看了很多大院，都有戏台，包括一些寺庙也有。那这里呢，是叫做月楼，听这个名字感觉就不一样吧。我们之前看了很多戏楼啊，前面是戏台，然后两边是看的，而这里呢却不一样，可以说是我们至今看过戏台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座。主要呢是两边的长廊，如果有人看戏，就坐在这个长廊上面。李自成如果回来，可能就会在这里看戏，或者是站在我们这个地方看戏。最特别的就是当时为了达到演出效果，为了声音更好的传递，工匠们在建设的时候，在这个戏台下面埋了24口瓷缸，有余音绕梁，3日不绝之奇效。现在去上面看一看。这个戏台整体不是太大呀，那后面肯定就是表演人员更衣、临时休息的场所。在当时，这上面都是有雕刻、有壁画的，只是说我们现在复原了一些。在李自成第2次回到家乡米脂之后，就在这个地方唱戏3天，与民同乐。这个地方不叫戏台，是叫做月楼，既是享乐之所，也是与民同乐之所，从而称之为月楼。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。
这个是形容梅花的，昭示了中国人对梅花的推崇。那李自成也不例外。在这个月楼戏台前方呢，有2栋建筑，一栋矮的，一栋高的。这个矮的呢是叫做梅花亭，也叫做八卦亭。传说呢，这座梅花亭是李自成亲自命名的。李自成他建立大宋政权之后，身份不一样了，自然呢也要附庸风雅，因而整个行宫当中梅花是必不可少。这个梅花亭一看就是中国的传统古建筑了。重拱飞檐，尽显古典之美。当时李自成就是坐在这里看戏，挺会享受的，在这里唱戏还唱了3天。那李自成肯定是不会在这里看3天了。不过呢，他肯定是邀请他附近的老百姓、他的亲朋好友在这里听戏是有可能的，或者是当时的一些士绅、乡绅，毕竟衣锦还乡嘛，我身份不一样了。那李自成很有可能就是坐在这个里面呢，摆放了一些桌子。在梅花亭背后是捧圣楼，高度17米，下面呢有一个拱形炫洞，这是西北罕见且等级较高的古建筑，是李自成当年带领起义军滴血祭天、蒙天发誓的地方。李自成呢是一个有野心的农民起义领袖，捧圣2字呢将他的野心昭露无遗。在封建社会，包括现代也好，你想要成功，想要做出很大的事情，一定是一个团队的。当时李自成是首领，那么他手下的那些人员同样是非常重要的，他们肯定是心要往一处使。为了推翻明王朝，他们在这里呢进行祭天、蒙血发誓。这个狮子不知道是不是原版的，这个狮子也是我们比较少见的歪的，就是它们的头部都是向内侧歪，仿佛2只狮子呢在遥望，跟我们之前看到一些狮子有所区别啊。现在准备去上面看一看主体建筑盘龙山，从下面到那个门那里总共是90个台阶。在封建社会，酒呢基本上一般人都不能使用的，我们门钉啊、台阶啊、酒这一类基本上帝王才能使用。这些肯定是后面修缮的，原版不是这个样子。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楼，李自成那边听完戏，就通过这里进入到行宫。那到了这里，才算是真正的要进入李自成的行宫了。台阶是非常陡峭的，真的，如果没有说是行宫，一开始以为就是一座庙宇或者道观等等。上面就是大门，这里叫做天门。说到这个名字，大家一般想到的是南天门，或者是宗教寺庙里面的祭祀场所。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，它是实实在在的一道门，它是进入到整个行宫里面的第一道门。我猜想，在当时这个行宫范围内是有非常多的士兵驻守的，像那个楼有，然后在这个行宫的周边也是有的，特别是当时这个台阶两边应该也是站了士兵驻守，因为毕竟这一块是李自成出入的嘛。这是中间的通道，两边还有耳房，当时也是有人驻守的。这边是抱骨石，非常精美，雕刻了麒麟、狮子。这个不知道是原版的还是后面放在这里的，不过总体看它的历史还是比较久的，因为有一些已经破坏了，如果是现代弄的就没必要了。进来之后就是第一个院落，也像我们说的是瓮城一样的，前方可以看到有很多石头组成的墙，那这一块呢是叫做玉皇阁，也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大门，因为这个是有一个拱线型的隧洞进去，爬上去才能进到里面。而这一块的建筑是李自成当时观景的地方，他就站在这个上面看整个米脂县城。我们往前走，这个是不是像我们说的城门一样的？这里是行宫，同样的，它的防御也要做到位，因为毕竟作为一个领袖来讲是非常重视安全的。这些石头都非常巨大呀。现在往上爬上去，整个这个行宫
都是由低到高而弄的建筑。里面呢还有李自成的纪念馆，介绍了一下他的事迹。刚上来还看到钟楼鼓楼，左中右鼓嘛。这个钟楼鼓楼应该是清朝时期修建的，在明朝末年是李自成的行宫，那到了清朝肯定不是，又重新变成了真武庙，特别是在乾隆和光绪时期2次重修了这个真武庙。现在是来到了行宫的上部分，刚刚说李自成就是站在这个上面看远处的风景，我们往前走一走，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是寻找着或者追随着李自成的脚步走在这里。不过我觉得有点奇怪呀，在这个地方看远处看不太多吧，可能是在其他的角落看整个米脂县城，因为这里很多建筑挡住了。资料说是李自成站在这里看，我估计呢他只是在这里扫一眼。继续往前走，这里有一个二柱门，应该是不是以前只有李自成可以走，其他人要走两边？我猜想可能是这样的。那在前面有一个大殿，叫做启祥殿，就是我们正前方看到的。它模仿了明代京城宫殿的建筑风格，在封建社会肯定是如此的。你给帝王建造房屋、建造大院，那肯定是与众不同，一定要讲究有阶级体现的。所以说，它是古代封建社会等级制度、森严体制的写照。在这个大殿前面有我们说的丹壁石，这个是雨露石雕云龙。在整个这个院落里面呢，是介绍了一下李自成的历史。大顺帝李自成，翻开华夏文明的历史长卷，农民从来都是一股极为强大的力量。米脂人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，是中国历史上极为著名、极为宏大的一次农民运动。明末的腐朽朝政是导致此起彼伏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。李自成不屈的反抗精神和敢于改变旧世纪的超凡气魄，使他必然成为劳苦大众最为拥护的起义领袖。当时建造行宫的时候，这个大殿呢属于议事厅，李自成回到行宫居住，就在这里处理事情，召见他的下属。这里面现在主要是介绍了一下李自成的生平，还有一组李自成的雕塑。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面，从农民起家的话，能够灭掉一个王朝，还真的就是李自成和朱元璋。只不过是朱元璋成功了，创建了大明王朝，而李自成呢失败了。经常我们说前朝后秦的局面，那么在这行宫这里呢，刚才看的那个大殿是李自成办公议事的地方，后面呢就是李自成休息的地方。在这里呢是叫做肇庆宫，2层楼，李自成当时就在这里居住。这就是李自成的卧室啊。这个行宫李自成只居住过1次。当然现在是看不到什么，不过在那个时期刚建造的时候，我估计啊里面还是有挺多东西的，与众不同。关于李自成最后的下场有多种说法。第一呢，就是说在湖北的九宫山被人杀害，并且他的墓啊也在那里。第二种说法呢，是说他在五台山当和尚，这个可能一些影视剧演绎。基本上主流的说法是湖北的九宫山和湖南的夹山。你像这个就是湖北九宫山的李自成殉难处，我们之前也去过，那里现在也是一个景区。像这幅图就是展示李自成最后被杀。李自成来到九宫山与部队那个失散，当时他拿着武器，又是身穿那种兵符。那当时呢，他碰到一个陈九伯，他以为他是土匪或者是不好的人，两个人呢就发生搏斗。当时陈九伯还打不过李自成，李自成呢把他压在身下。那这个陈九伯呢就呼喊，结果呢这个人的同伴听到了之后，就拿了一个铲子过来把李自成砸死了。这就是李自成的下场。这种说法是一种九流啊，反正他的下场不是太好，辉煌的一生就这么落幕了。算起来，李自成用了差不多不到50天时间就灭了明王朝，当皇帝呢也仅仅当了42天皇帝，一生啊比较短暂。从巅峰到
衰落其实很快的。那现在我们就来解释一下，聊一聊李自成当年是为什么失败？仅仅是因为吴三桂一怒冲冠为丰原，引清兵入关吗？李自成失败主要可以归为几点。第一就是他太急了，太早的建立政权，没有基础就建立政权。在封建社会有9字方言最经典，特别是当时朱元璋就坚持用这9字方针：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。当时他是起义军，说实话也可以说是流动作战，没有一个稳固的后方，打到哪里算哪里。特别是他在襄阳建立政权，马上又攻占了西安，占领陕西全省。结果呢，隔了1-2个月，又马上去进攻北京。那在这个时候啊，他并没有停稳脚跟，也没有恢复农业生产，也没有大力发展民生。就是说，在根基未稳之前，他就继续往前冲，没有稳固的后方。你像在中国历史上，能够建立统一王朝的，都是有一个稳固的后方。最开始的时候，刘邦，他当时进入关中，后面呢又被封为汉王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来到关中之后，萧何呢就坐镇后方，有了一个稳定的后方。这样的话，前方就算失败，还有退路。而李自成没有，他当时在北京一失败就一路退却，因为没有稳固的话，他只能继续像以前进攻明朝一样慢慢退却，到处流窜，那这样是行不通的。第二点呢，就是说他没有像封建社会刘邦、朱元璋这些身份低一点的人创业成功，有的大批人才。你像刘邦有萧何给他坐镇后方，朱元璋有李善长给他坐镇后方，同时呢，他们又手下有很强的军师、很强的大将，而李自成都没有。就本身李自成他当时一开始有一点实力之后，他没有转变。你像刘邦也好，朱元璋也好，他们一开始也算是起义，但是他们有一定实力，就立即转变了阶级。我们相当于是说，从农民阶级转变为地主阶级，那么要笼络人心。刘邦进入关中有一个约法三章，就不破坏任何东西，基本上保持原样。朱元璋也是一样的，他拉拢士绅，拉拢乡绅，因为在封建社会统治基础就是士绅乡绅嘛。而李自成没有，他对这些乡绅士绅进行严厉打击，特别是他进入北京之后，这些士绅乡绅是遭到他的打击的。其实李自成进入当时任何一个地方，好像士绅乡绅都在受到打击。所以说李自成等他败退的时候，基本上是没有人能够去追随他。那第三点呢，就是李自成的那个军队呀，没有形成一整套。我们说一个军队要有制度，要有各方面的体系，他没有形成。最后一点呢，就是李自成他自身的原因，可能还是由于思想没有转变嘛，不像那个刘邦也好，朱元璋也好，转变得很快，而且呢，具有天生的谋略、战略、驾驭人的能力。李自成可能没有，综合这几方面，李自成才最终失败了。有一点也得说一下，尽管李自成失败了，不过他确实能力是挺强的。在明末有很多农民起义，最终呢，只有李自成成功了，而且呢是短短的时间，算是灭掉了明王朝。从这一块呢，也是他能力很强。在当时，他也提出了均田免赋，这个呢也算是一个比较很强的口号，也算是能够导致他胜利的原因。只不过呢，他最后失败呢，是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，导致了他最后的失败。那这些就是我们简单的分析了一下李自成为什么失败，为什么会成功。如果有说的不对的话，大家可以提一下建议。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